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天选旗下引爆争议，无缝进组 S 加巨制，能否演活7万年轮回的疯批谋略家？2026年4月2日，青岛流亭国际机场的接机口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刚刚结束上一部医疗剧《小城良方》拍摄仅41天的肖战，戴着鸭舌帽和口罩，一头长发扎成小揪揪，身穿简约的针织衫，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快步走出。他没有过多停留，迅速乘车离开。但这组清爽休闲的机场路透照片，已经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在网络上激起了千层浪。这意味着什么？那个被书粉和剧迷念叨了许久的天选旗下，终于从纸业走向现实，正式进组 S 加及无限流悬疑剧至10日中烟。肖战被定位旗下，意味着制作方想把顶流流量加硬核 IP 这对组合做成一次爆发。说到旗下这个人设，原著里是个高智商、善于谋略却包裹着破碎感的角色。开场台词“我叫旗下”是个骗子，已经被书粉当成梗反复玩。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心理体带到荧幕上，需要演员在冷静与崩溃之间拿捏分寸。从路透照片流出的那一刻起，关于肖战与旗下适配度的讨论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演员进组，更像是一场早已被无数人预言的双向奔赴。早在影视化消息传出时，肖战的名字就与旗下这个角色紧密绑定。旗下是谁？他不是传统意义上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一个职业骗子，一个被困在中焉之的10日轮回中，依靠超凡智慧和心理博弈寻求破局的布局者。而肖战从《陈情令》中为无限的破碎与坚守，到《藏海传》里藏海的谋略与隐忍，他所展现出的那种能够同时承载清冷疏离与内在撕裂的复杂气质，让大量原著读者惊呼：“这就是我心中的旗下。”随着肖战于4月2日抵达青岛，整个剧组也进入了开机前最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他入住酒店后几乎没有休息，立刻与导演许宏宇、编剧蒋峰以及其他主要演员会合，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剧本围读会。这次进组路透引发的天选旗下热议，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巧合链条。首先是时间节点的精准衔接，肖战在2月20日医疗剧《小城良方》杀青后，仅间隔41天便进入10日中烟剧组。这一高效节奏被业内称为无缝进组，在影视行业低迷期尤为罕见。其次是造型气质的高度契合。抵达青岛时的机场路透显示，肖战以竖起的中长发小揪揪造型亮相，搭配冷色调私服，营造出疏离破碎感。书粉认为该造型高度贴合原著中旗下理性与癫狂交织的特质，狂赞其为天选旗下。网传的定妆方案严格遵循原著描述，主调采用黑灰冷白色系。米兰时装周的银发墨镜造型被推测为灵感来源，并增加灰色瞳孔设计，暗示角色后期觉醒状态。舆论场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图景，支持者从感性认同出发，强调宿命感与气质契合。70%的书粉认为肖战与旗下高度契合，这种认可远远超出了对外形贴合的浅层赞美，更多是源于对演员与角色灵魂内核共鸣的感知。支持者搬出《藏海传》里的谋略戏，说肖战演的了高智商角色，其个人特质如冷静理性与破碎感交织的气质，被认为高度契合角色设定。然而，反对者与担忧者则表现出对营销造神与粉圈控评的警惕。质疑派担心肖战那张过于阳光的脸怎么演绎原著里阴郁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旗下。部分网友担心其形象偏正向温暖，而旗下历经轮回的苍白阴郁感需由内而外散发。
担心演员难以突破自身气质限制。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角色和肖战公众形象反差极大，红毯上是冷峻高定的顶流，私下又是会犯迷糊、爱尬笑的显眼包。在社交媒体时代，影视项目如何利用或被动陷入这种梗文化与玄学叙事进行预热，成为值得观察的现象。原著作者杀虫队队员看得很开，轻飘飘来了一句：影视化带来的传播量是原著的几十倍。言下之意，炒吧炒吧，反正书又要大卖了。旗下小说《十日终焉》中的核心角色拥有高智商和独特能力，他表面上是高超的骗子，实则是女娲游戏中的关键人物，经历了多次轮回。旗下需同时承载3种人格：前期温和心理学硕士，中期冷漠布局者，后期孤独殉道者。面对成为神的诱惑和代价，旗下最终选择洗脱神性，创造新的人格以保留人性。这一抉择也展示了他对人性价值的坚守和对自由的追求。适配派论据集中在对肖战近年角色中展现特质的分析。肖战在《藏海传》中藏海一角的谋士气质与破碎感演绎，证明其能驾驭高质角色的隐忍爆发力。在《藏海传》第7集中的高光表演，其演技呈现出的层次感和爆发力被认为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突破。面对仇人时，肖战通过面部肌肉的微颤，含泪却未落的眼眶泛红，展现藏海从压抑到决绝的心理转变。尤其在以血封泪鸣场面中，他用手背抹去血泪的细节充满张力，将复仇的疯批感与脆弱性融为一体。雪中哭戏片段中，他仅用眼神和微表情传递出震惊、悲痛、隐忍、坚毅的层次递进。质疑派则聚焦于核心挑战，旗下表面是狡黠多谋的骗子，实则是背负轮回使命的高智商谋略家，兼具冷漠理性与重情重义的反差感。其生生不息的回响能力更添角色魅力。这个角色集高智商谋略、神性牺牲与破碎感于一体，对演员的演技、气质适配度及制作团队还原力提出了多重挑战。质疑者认为旗下历经7万次轮回，台词我叫旗下是个骗子，我说的话你只能信一半，背后是极致的理性与麻木，这与肖战既往银幕形象存在距离。肖战的演技突破点与挑战集中在麻木神性与极致理性这对矛盾统一体。旗下作为中焉之的毛，他以永恒孤独换取众生自由，却在结局放弃神性回归人性，将悲剧感推向极致。如何表现无情绪下的汹涌暗流，成为表演的关键难点。导演对叙事节奏的掌控也十分重要，多线轮回，伏笔回收需在24集内完成，否则旗下的谋略亦沦为高概念空壳。针对网传的灰瞳等造型设计，外部造型在辅助演员进入角色，外化心理状态方面可能起到作用，但最终仍需回归演技支撑。肖战提前进组参与高强度剧本围读，剖析旗下作为历经7万次轮回的职业骗子的复杂心理。原著中角色兼具顶级布局能力与破碎神性的张力，其经典台词我叫旗下是一个骗子成为肖战重点打磨的语言操控力表现。在影视行业整体遇冷的当下，一位顶流演员保持如此无缝衔接的高产节奏，本身就充满了话题性。2025年至2026年初，肖战以无缝进组模式连续拍摄《藏海传》谍报上部封顶、小城良方等剧集，并在2026年4月官宣进入十日终焉剧组。这种高强度节奏使其在影视行业收缩期逆势而上，被媒体称为影视寒冬从不寒肖战的业内特例。肖战的连轴转模式背后，是角色跨度对专业韧性的考验。为贴合不同角色形象，他短期内进行极端形体调整，
如2周减重8公斤全是小乘良方中颓废医生。此前为射雕增肌后又为《沧海传》急速瘦身，这种橡皮人士转型虽体现敬业精神，但也暴露行业对演员生理极限的压榨风险。市场与资本赋予其收视保障标签，这种高预期对演员创作心态、剧本选择权带来双重影响。肖战挑剧本有个挺有意思的特点，他不爱待在同质化的舒适区。凭借梦中的那片海，成为 SMG 电视剧盛典最年轻90后视帝。主旋律作品得衔紧致获 CMG 年度剧情电影提名，实现流量派向演技派的进阶。但高强度产出下可能面临艺术重复、审美疲劳及口碑波动风险。时日中烟的项目前景承载着多重期待。该剧由柠檬影视与腾讯视频联合出品。总投资超2亿元，其中40%的预算都投入到特效制作中，还特意邀请到《流浪地球》的特效团队 Morpheus 打造核心场景，更采用3季连拍模式，全员签订连续出演合同。这样的配置在国产剧史上都十分罕见。导演许宏宇与编剧蒋峰的强联手，也让原著书粉对剧本的还原度充满了信心。制作团队计划采用实景搭建结合动态捕捉技术的方式，减少对绿幕的依赖，增强作品的沉浸感与视觉真实性。导演许宏宇曾执导《一人之下》穿越火线，尤其擅长把控悬疑节奏与年轻化表达。编剧蒋峰同样是《一人之下》的编剧，保障剧本逻辑严谨性。制作团队还邀请了《流浪地球》特效团队操刀，据称单集投资超过800万元，旨在从根本上规避5毛特效的行业痛点。剧集《时日中烟》第1季的开机仪式定在2026年4月10日，这个日期并非随意选择，它暗合了原著小说中10日为疫循环的核心设定，被不少细心粉丝视为制作方埋下的一个精巧彩蛋。开机之后，整个剧组将进入为期约100天的紧张拍摄周期，计划在同年7月中下旬完成第1季的所有戏份杀青。该项目的成败对同类大 IP 改编、流量演员转型作品可能产生风向标意义。潜在风险集中在平衡原著宏大世界观改编难度、观众对疯批主角的接受度，以及未播先火带来的过高期待值可能造成的反噬。若强加感情线或弱化乔家劲、陈俊南等关键配角，将破坏旗下作为孤独布局者的利益基点。天选旗下争论的本质是观众对优质内容、精准选角与演员突破的共同渴望。肖战与时日中烟的相遇，既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也是观察内娱 IP 工业与演员生态的一个样本。这场持续数月的 IP 改编热议，最终成了中国影视业最真实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在流量之上，内容匠心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无论舆论如何喧嚣，最终的评判标准将回归于剧集本身的品质和演员在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原著中角色从被碾碎的凡人到中烟之神的蜕变轨迹，与肖战经历网络风暴后斩获 SMG 最年轻视帝的职业历程形成精神呼应。二者均属阳的玄学巧合，更强化书粉宿命相遇的认可。从《陈情令》中魏无羡的破碎与坚守，到《沧海传》里沧海的谋略与隐忍，肖战所展现出的那种能够同时承载清冷疏离与内在撕裂的复杂气质，让这场双向奔赴充满可能性。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他能否将《沧海传》中的疯批感成功复刻到旗下身上，将那个在中胭脂的轮回70年，理性到近乎疯批的高智商谋略家演绎出应有的层次与深度。你觉得肖战是天选旗下吗？或者你认为内娱还有谁更适合这个角色？